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宇宙考古系列。根据古巴比伦泥板的记载，在最远古的时候，地球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在太阳系有一个远古的星际文明。但是因为一起不可避免的灾难，整个辉煌的文明就突然灭绝了。而这一切都在地球旁边的火星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个故事记载在4000年前的7块楔形文字泥板上，被称为古巴比伦创世7板。今天的故事要从火星开始。2025年2月1日 ，X 平台的天文爱好者开始流传一幅来自火星的照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看这张照片，第一眼你感觉里面是有什么？是不是一个正方形的废墟？它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在被毁灭后留下的底座。为什么全世界对这个正方形有特别大的兴趣？如果你读过世界各国的宗教经文，就会明白，正方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形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什么建筑的底座是正方形的？第一是吉萨金字塔，第二是圣经启示录中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第三就是圣城麦加近寺中的天房科尔白。第四，在人类最古老的史诗之一吉尔加美什史诗中记载，苏美尔版的诺亚方舟乌什纳皮什蒂姆方舟，它是一个长宽高各120肘的立方体。第五就是佛教的坛城，中间的正方形的地方也是佛陀居住的中心。所以当一个正方形结构出现在火星上的时候，大家应该能体会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那种感觉吧？有点意思啊。而且当天马斯克也看到了这个帖子，说要派宇航员去火星上调查一下。我们不敢想象，再过几年马斯克的星舰就要登上火星了，人类就要进入宇宙文明。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Surfshark VPN 的话，可能就要落伍了。Surfshark VPN 在我们上网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手机、电脑的数据流量全部加密，还可以隐藏设备的网络 IP 地址，让任何人都无法看到我们浏览的内容和追踪我们的位置。这样只要轻轻一点 APP 就可以立刻环游虚拟世界。想看奈飞上的韩剧就用韩国的节点，想看美国大片就点美国。你还可以探索一下日本、泰国、土耳其的影片，简直太有意思了。自从我把我的 Surfshark VPN 账号分享给我的太太蜜雪儿倩倩，她几乎24小时全天候开启，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喝咖啡，只要有公共 WiFi 的地方她都会打开，这样就可以防止泄露我们手机里的账号密码，保护我们的个人资讯。大家还可以试一下 Surfshark Alert 服务，如果你的邮箱、ID、信用卡出现在外泄资料库中，你马上就会收到警报提醒。怎么购买？点击信息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使用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 购买，即可获得4个月额外使用期。现在就使用尼克拉斯杨专享优惠，升级你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吧。好了，接着讲。我调查了一下，这张火星照片是真的。它右下角写的是 MOC， 意思是美国 NASA 在1996年发射的火星全球探测者轨道相机，编号1100462，这个可以直接在谷歌中直接搜索找到原图。而原图是火星上的一个宽3公里、长61公里的区域。这张照片非常符合逻辑的地方就是，卫星拍的这个长方形的照片是在陨石坑里面，这就暗示着这里面这个底座长宽大约 1.5 公里的正方形巨大建筑，它可能曾经被陨石给终结了。它是被陨石砸的，还是星际战争中留下的核弹坑？这都有可能，我会在后面解读泥板的时候提到。所以说到战争，还有另外一个巧合，就是火星在人类所有的文明中都和战争和毁灭有关。在古埃及，火星被称作 Hul Dish，意思是红色的荷鲁斯，代表太阳神愤怒的状态。古希腊称火星为 Ares， 战神之星。古巴比伦的 Nachgal， 古印度的 Mangala， 玛雅文明的 Ukak， 都是代表的火星，而且他们都有战争之神的意思。在中国，火星被称作荧惑，代表的是战争和灾难。当火星出现在天蝎座星宿2的旁边的时候，这种天象就叫做荧惑守心，此乃大凶之兆，天下将分崩离析。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就发生过荧惑守心。
之后就有陨石从天上砸下来，上面刻着弯弯曲曲的字，写的秦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这个事儿，就派御史过去调查，但是没有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就把石头周围所有的人家全部都坑杀了，最后也把陨石给毁了。这是个非常离奇的案子。近期发生引火手心的是在2001年，那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下一次出现这种天象的时候就是2048年，到时候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希望不是世界大战，世界一定要和平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从远古，因为某种神秘的启示，地球人每当抬头看上天上发生的那种微微红光的火星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颗发红光的星星不是代表着红色的喜庆，而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毁灭。这为什么？难道这真的是和古巴比伦创世7版中里提到的，在最远古的时候，在火星的周围真的是发生过一场星际战争？火星上或者是火星周围到底有没有星际文明？我再给大家看一些最新的资料。这座山是火星上的奥林帕斯山，火星上最高的山峰，高21.9公里，是地球上珠穆朗玛峰高度的2.5倍。如果在火星上抬头看，都要这样的看，仰着脖子。但是奇怪的是，在奥林帕斯山南边还有3座山，它们组成了一条直线，这在自然界的概率就非常低了。而且这3座山又和奥林帕斯山组成了一个差不多的等边三角形，这是天然的巧合，还是某种外星文明有意为之？这就不知道了。但是地球上的金字塔也是一样，都是这么并排排列，对齐猎户座的3颗星星。还有，在2023年4月1日，美国好奇号探测车在火星上拍摄了一幅编号 SOL3786 的照片。大家看，照片里是一片被水流冲刷的黄色河床，在里面，这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石头，这些石头上面有一排尖尖的刺，被称为龙骨。NASA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卡布罗尔说，在研究火星的20年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岩石，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们的显微图像。它是 Gigapan of Gale 陨石坑的一部分。这台刺是人造的还是火星远古生物留下来的骨头，到现在都不知道，就只能等马斯克去火星考察了。有些人听到这里肯定会说，火星上的远古生命与上古文明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很多事情都是这么不可思议。我以前在古巴比伦地图中讲过，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他手里拿的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图，在天上飞的鸟人之子画出来的古代世界地图。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人类未来一定可以殖民火星，就是因为古代神话中提到过很多星际文明线索就出现在火星周围，而且地球上的科学家的确已经在火星上发现了水和氧气。大家看一下各国火星探测器发过来的照片，里面有河床、三角洲平原、沼泽、冰原，甚至在火星北极发现了巨大的冰盖。火星到处都分布的冰状水， NASA 科学家就推测，如果把火星中的水全部融化，可以让火星出现大海，海平面高达35米。还有，火星为什么是红色的？就是因为火星土壤中含有大量的赤铁矿颗粒，里面含有大量的氧化铁。大家看照片中的小球，就是火星中的赤铁矿。如果未来人类登陆火星，就可以使用化学方法从赤铁矿中获得氧气。那问题就来了，火星赤铁矿中的氧化铁，这里的氧原子是哪里来的？这一定是在远古的时候，火星中有大量的氧气造成的。所以目前所有的证据都证实了一个理论，就是火星在远古拥有巨大的海洋和充足的氧气。这个理论叫做火星海洋理论。根据火星数据推测，在4亿到35亿年之前，火星全球表面的1/3全部被海洋覆盖，平均深度达300米。当时的火星温度非常温暖，海洋里充满了远古的海洋生物。这可能并不是猜想，我还有一篇分析火星岩石中古生物化石的论文，叫做《火星上的节肢动物》。这不是搞笑，这是权威大学一起研究的成果。他们根据 NASA 传回来的照片，发现这些石头上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很多石头上都有很多不符合地质学原理的小凸起或者是小点点。经过对比，火星岩石上的凸起和地球上的远古生物骨骼非常相似。这个以后我会给大家单独再讲一下。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火星上的海洋、古生物，甚至是远古文明，它们究竟去哪了？为什么现在的火星上水那么少，大气也都消散了？这个是有线索的，就在火星的北极，叫做 Borealis 盆地，中文可以叫做北极盆地。现在火星北极盆地是被巨大的冰盖覆盖，如果这些冰都融化了，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整个盆地占火星总面积的 40%， 非常大。为什么那么大？因为这块盆地就是一个巨大的陨石坑。火星上 40% 的面积都是被一颗陨石给炸了。这是因为在几十亿年前，有一块大约是1900公里的陨石，以非常低的角度直接一下这么砸上了火星，砸出一个椭圆形盆地。陨石坑长达10600公里，宽8500公里。这么一撞，就完全破坏了火星上的生态。因为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1/9，重力只有地球的 38%， 所以1900公里的陨石冲击火星的时候，火星里的海洋瞬间就会完全气化，变成水蒸气。在陨石爆炸的巨大冲击力下，水蒸气迅速逃逸到宇宙之中，变成冰陨石。然后小行星撞击火星，还深入火星的内核，把火星的地幔给撞坏了，让火星内部的温度迅速冷却。岩浆这么一冷却，火星上的磁场也就消失了。所以现在火星上的磁场就是非常微弱，这让火星剩下的大气也因为没有磁场的抓力，直接就慢慢的飘到宇宙中了。所以到现在，火星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荒漠星球。所以今天的重点线索就来了，就是这块1900公里的陨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团长先告诉大家，它就是来自火星旁边某个被神秘文明毁灭的星球。这里要跟大家再讲一个震惊的事实，就是太阳系行星的排列并不是像平常画的那样水金地火木土这么紧紧的排列的。其实在火星和土星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任何星球，有的就全部是陨石的碎片，这个就叫做小行星带。那问题就来了，这无数的陨石碎片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还有更加震惊的，如果我们再放大看，我们整个太阳系其实都是被陨石碎片包裹起来的。整个巨大的陨石层被称作奥尔特云，奥尔特云里面预计有4万亿个天体，总质量是5个地球那么大。问题的关键是，奥尔特云里面的天体大部分都是冰，石头很少。但是火星旁边的小行星带都是石头，内外2层的碎片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悬疑都结合起来分析一下。远古火星被巨大的陨石撞击，火星和土星之间有巨大的空当，空当里没有行星，但是全部都是陨石。整个太阳系又被奥尔特云包围，它们又都是冰。所以这里最大的悬疑就是，会不会在火星和木星中间的小行星带，在远古这里面曾经存在的一个巨大的星球，这个星球充满了水，但是发生了某些特别的事件，把它全部毁灭了。之后它的碎片就变成了小行星带，它的水就变成了远方的冰陨石。团长要发功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被毁灭的星球，这所有的事件都记录在古巴比伦创世7版之中。古巴比伦创世7版是1849年在亚述巴尼巴图书馆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又称天之高溪。它是用阿卡德语刻在7块泥板上的，泥板预计有3-4千年的历史，但是这里面的故事可能源自于更古老的史诗，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传下来的。阿努纳奇从天上直接下来告诉人类大祭司太阳系的创世纪。之前我在他们都去过尼比鲁这一集详细分析过，就是在苏美尔文明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记载，阿努纳奇降临地球，给人类做了一个犁，交给人类农业，然后他又把太阳系的历史告诉了人类。
所以在这些古巴比伦泥板雕刻中都有太阳系行星的地图。当时阿努纳奇当着这些人类说了什么？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创世7版古巴比伦的创世史诗。大家看完就知道火星和旁边的小行星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Inuma Elish Nanabu Shamamu Shaplish Amatum Shama Lazakat。 当高天的穹顶还未被命名，大地深处也无称呼可寻。团长念的这是4000年前来自古巴比伦的声音，也就是古巴比伦创世7版的开头前2句，讲的就是宇宙最初，天地都没有名字。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初的意识，也就是终极的神，叫做阿普祖，他孕育了混沌和另外一个孩子，叫做提亚马特。提亚马特的意思是咸水，其实就是海洋的意思。它们的水混合在一起，没有形成田地，看不到沼泽。这个意思就是提亚马特在一开始就是被蓝色海洋充满的巨大星球，没有任何陆地出现。接着又过了不知多久，太阳系里其他的行星都被神给创造出来。在史诗中，这些行星都是神的名字，比如拉哈姆就是金星，火星叫做拉赫姆。史诗中写道，安萨勒和 Kisala 被创造出来，在他们之上。在他们之上，意思就是在火星的外面，代表的是木星和土星。史诗中出现的各种神的名字，对应到太阳系中每颗行星的名字，每个都能对得上，不多不少。这里面也有地球，但是地球的名字叫做 Kingu。当时地球没有水，也没有人类，后面我会讲到，非常有意思。接着史诗中就写道，伟大的众神根基就此奠定，但他们仍陷混沌之中，心绪不安，纷乱无序。提亚马特咆哮震天，他挥击怒拳，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路充满邪恶。这句的意思就是在最初的太阳系，行星轨道交叉碰撞，一片混乱，尤其是提亚马特这颗巨大的行星会产生出巨大的引力，挥击怒拳可能就是扰乱了其他的行星轨道，所以它的路充满邪恶，非常危险。于是宇宙中的巨大意识阿普祖就对他的使者姆姆说，他们的道路我昼不能歇，夜不能安，我要毁掉他们的路，让哀声四起，我们重获平静。非常奇怪，史诗里总是强调路，他们的道路我们要毁掉他们的路，这个路就是行星的轨道。这里就是暗示提亚马克这颗行星的轨道一定是影响到太阳系里的某些平衡，所以神就说提亚马特道路必须被摧毁，也就是说提亚马特这整个行星必须毁灭。之后史诗描写到，提亚马特知道了神的计划，就破口大骂，我们该怎么办？让他们的道路艰难无比，让我们重归安宁。意思是来吧，硬碰硬，看谁的行星轨道更加坚固强大。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整个提亚马的水星球已经孕育出智慧生命。提亚马特很可能和远古地球一样，首先出现的是恐龙等爬行类生物，所以提亚马特里面的第一批智慧文明推测应该是蜥蜴人文明，也就是我们上一集梵语古经中提到的纳加龙族和乌勒嘎女娲族。当时他们的文明科技发展到可以监测行星轨道，所以他们发现在不久之后，他们的母星提亚马特一定会和某个行星发生碰撞，提亚马特会被炸得灰飞烟灭，所以他们就必须联合起来，全力对抗外来入侵。史诗里这一段是这么写的，他们团结一心，站在提亚马特旁边前进，他们备战，咆哮激昂，他们集结力量，掀起战争。乌姆呼布尔，万物之创造者，打造无敌之兵，孕育怪蛇。牙尖力无情，他招来毒蛇鱼龙，还有怪兽拉哈姆。飓风狂犬蝎人，强大风暴鱼人与公羊。他们手持残酷武器，无畏战斗。乌姆呼布尔意思是水之母亲，这里是再次强调提亚马特是一个有水的星球，它孕育了无数智慧文明。这些文明组成了纳迦为首的军团，
什么怪蛇、蝎人、鱼人等等，一共11个种族，他们集合起来就要发起战争，保卫提亚马特。这个时候地球就出现了，当时地球可能是提亚马特的一个卫星，叫做 Kingu， 因为史实中写道，提亚马特选了 Kingu 作为伴侣。众神的统治权我尽付于你，你当受尊敬，我选定的伴侣，愿你的名在阿努纳奇众神之上被颂扬。这个意思就是，如果陨石蚁砸过来，金谷地球，你先在前面挡着，所以地球马上就要被陨石雨给砸没了。但是我们都还活着的原因，史诗也刻了下来。当时地球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史诗中写道，金谷不乏慌乱，他的意志崩溃，行动停滞。在紧要的关头，地球在提亚马特的前面，马上就要撞上了。这时候地球的轨道可能受到某种巨大引力影响，地球这么一下不乏慌乱，意志崩溃，行动停滞，这地球就这么跑了。地球和陨石擦肩而过，非常有意思。这改变地球轨道的巨大引力是什么？那就是传说中闯入太阳系中的另外一颗巨大的行星，叫做尼比鲁。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尼比鲁是一颗会发出十字光的行星，古苏美尔人都看见过，刻在泥板上。佛教中的万字符，伊斯兰教的星月，基督教的十字架，耶稣诞生的那天出现在天上的伯利恒之星，都是尼比鲁。其实尼比鲁只是一个赞美的称号，它的意思是十字 cross。 尼比鲁实际的名字不是尼比鲁，它叫做马杜克，太阳之子。为什么我之前说过提亚马特一定会被摧毁？无可避免，因为提亚马特就在马杜克的轨道之上。马杜克进入太阳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撞上。马杜克已经出发，众神之主，你们的儿子对抗提亚马特，他心意已决。两星一定要相撞，马杜克心意已决。这时候提亚马特上的文明已经知道他们未来的命运，那就是完全的毁灭。于是提亚马特星上就有一群种族叫做伊吉吉，他们就痛苦哀嚎世界末日了，一切都要完了。所以他们大喊，何事改变竟至如此，我们不解提亚马特之举。于是他们聚集前行，他们在聚会中相互亲吻，他们醉于杯中，满身酒气，然后为马杜克他们的复仇者定下命运。大家应该能体会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那种心态吧，相互亲吻啪啪啪之类的，然后醉生梦死，把自己留给命运。但是在最后，提亚马特上的这群伊吉吉还是被马杜克上的阿努纳奇给救了，但是他们只能给阿努纳奇当苦工，二等公民，在地球上挖隧道。这是另外的泥板上记载的，我以后给大家讲。紧接着马杜克就开始进入太阳系，大战一触即发。马杜克上也有先进的文明，至少是3级文明以上，可以毁灭星球，他们就是阿努纳奇。阿努纳奇为了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提亚马特相撞，于是他们就开发了很多灭星级武器，要在相撞之前毁灭整个提亚马特星球。史诗中写道，他将闪电置于身前，以烈焰充满他的身躯，他创造恶风、暴风与飓风、4重风、7重风、旋风，还有无与匹敌之风。这里这个风是什么意思？在上古经文中，风指的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武器。在佛经《长阿含经》中就记载，释迦牟尼说过，世间有3灾，火灾、水灾和风灾，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风灾。经中写道，此风吹4天下，须弥山王置于虚空，高100千由旬，山山相拍，虽若粉尘，犹如力士手执青康，散于空中，彼4天下，须弥诸山遂尽分散，亦复如是。宇宙之山须弥山都被这种风吹成细糠，和天女散花一样化为灰烬。所以古经中的风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武器。所以当马杜克靠近提亚马特的时候，马杜克就要发出这种风。当时地球筋骨受到了引力的影响，直接被引力给甩走了，保住了一命。然后整个提亚马特在马杜克接近的时候就出现巨响和地震，他宛如着了魔，理性尽失。提亚马特发出狂野刺耳的叫喊，
他颤抖，根基动摇。这和圣经启示录中写的都差不多。在地球末日的时候，先有天使吹号的声音出现，然后就是地震，非常相似。这一集大家有空看一下。接着，当提亚马特靠近马杜克的时候，马杜克上的阿努纳奇文明就瞄准了提亚马特，直接射出飓风武器攻击提亚马特。他们释放身后的恶风，直击他的面门，可怕的风灌满他的腹部。他抓住长矛，刺破他的腹部，切断他的内脏，刺穿他的心脏，以无情的木棒砸碎他的头颅。他切开他的血脉，让北风将之带往隐秘之地。因为提亚马特上有很多水，所以他被高能武器风给炸掉之后，史诗就特别提到切开他的血脉，让北风将之带往隐秘之地。他的血脉意思就是水被冲击到太阳系之外，就形成了之前说过的阿尔特冰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地球上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水的。科学家预计地球上的水都是带冰的陨石砸出来的，这是科学界的主流理论。所以地球上的水就是可能来自提亚马特。之后提亚马特爆炸之后，很多陨石就砸向了旁边的火星，讲的就是我们开头的故事。这之后火星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尘土之星。史诗在最后面还特意提了一下金谷地球，说还有金谷那曾经被擢升凌驾众者，马杜克征服他，将他与杜加神并列。杜加神都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苏美尔有一个古城叫做埃利都，它又被称为乌鲁都嘎。根据苏美尔王表，埃利都是阿努纳奇王恩基建立的城市，所以从这里推测，这句话的意思是阿努纳奇把地球金谷分给恩基作为殖民地，所以创世7版里的内容应该就是恩基传给人类的，也就是这个泥板上的神。苏美尔王表第一句话就是王权从天而降，他们都是接在一起的。之后在史诗的第6块泥板上写道，我将取我之血，塑我之骨，我将创造居于地球的人类。人类之后就被创造出来，然后人类抬头一看发现天上有着十字星在闪耀，他们就把这个星星称作尼比鲁十字星。马杜克他创立尼比鲁，以划定界限，让他们无一偏误或迷途。从此之后，整个太阳系就稳定了下来，行星之间也再没有偏误迷途引起的碰撞。今天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看几遍，慢慢你们就会发现，我讲的故事逻辑链条环环相扣。为什么世界宗教都记载出现在地球的神很多都不是人类的样子？很可能他们都是提亚马特上的难民，他们现在都不见了，可能就是他们跟着阿努纳奇又返回了尼比鲁的马杜克，离开了太阳系。尼比鲁的马杜克将来一定会回来。马杜克公转一周是3600年。如果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上的伯利恒之星是马杜克，那他在下一次进入太阳系的时候就是3600年。今年是2025年，还剩1575年。如果人类的平均寿命是70岁，那还有经过大约22代人才能见到尼比鲁的马杜克。所以在尼比鲁来临之前，大家一定要点击 surfshark.com/ 尼克拉斯样，感受一下 Surfshark VPN。好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古巴比伦创世7版等我整理好的中文版分享给大家。我想以后也可以开直播在线给大家讲解，这样大家都一起可以研究，一起探讨，非常有意思。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留言，还有什么建议，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也可以告诉我。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